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2024年9月15号，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和往常一样，我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禅师原文的一些段落，以及禅师课后回复的一些分享。那么我还是希望，如果说你认真想学好禅论的话，还是要自己看一下禅师的原文，这样的话你会有更多自己的一些体会。看一下我给大家今天选择的这个文章，是教你炒股票第35课，给基础差的同学补课。禅师在07年3月9号的一篇文章。因为我们在学习禅论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周期，如何选择周期？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周期？以及这个周期的级别是如何定义的？或者说这个级别是如何产生的？那么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级别、什么样的周期来做我自己的交易？那么禅师在第35课的话是给出了很明确的一个答复。我们来看一下我选取的这些段落，希望能够给初学禅论的一些朋友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少走一些弯路。主要是，如果按严格定义操作，必须从最低级别开始，逐步确定其级别，太麻烦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才有了后面的1、5、15、30、60日、周、月、季、年的级别分类。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不太大严格的说，三个连续1分钟走势类型的重叠构成5分钟的中枢，三个连续5分钟走势类型的重叠构成15、30分钟的中枢等话。在实际操作上，这种不大严格的说法不会产生任何原则性的问题，而且很方便，所以就用了。对此必须再次明确，对吧？这是禅师给到了清晰的解释，为什么他是每次都提的这个是时间的周期，就是1、5、15、30这些，虽然说不够准确吧，但是够用了，也很方便。所以说，这是他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如果说你要非常精确的从最低级别开始一点一点递归的话，特别麻烦，对吧？没有，因为对最后的结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你从最低级别递归上来，还是按照1、5、15、30这个在你使用的软件里面，或者说你在你使用的这个工具里面已经定义好的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但是呢，你精确上来的和你这种模糊上来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对结果来说。所以说，这是禅师需要明确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需要选择三个，最好是选择三个周期，对吧？你要么我一般用的是15、60日。如果说你看的不够，如果说不能够看得很细的话，那就看60日周。一般都选三个周期，因为缠论是一个周期，利用三个周期的话，你就能构造一个立体的一个交易。这样的话，你就从大周期里面去找方向，类似开车时候你有一个 GPS，对吧？给到你现在是所处的位置，然后利用小周期，或者说它的次级别、次级别，降低到更小周期来做一些差价操作，就是你能够让你的这个交易立体化，不同的周期分配不同的仓位。前面反复说的，确定自己的操作级别，就是确定自己究竟是按什么级别来分析操作。例如5分钟级别上下上三段，意味着在5分钟级别上有两个底背驰，两个顶背驰。按买点买、卖点卖的原则，就有2次的完整操作。而在30分钟级别来看，这里就没有买卖点，所以就无需操作，对吧？你定好了你的操作级别之后，它的下一个级别就是它的次级别。你其实如果说你只按一个周期操作的话，这里禅师说的这个就是说你不用立体交易，你不用什么日周月，就是说我在这里画一下，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只是一个周期的话，你只按30分钟交易，你其他的不用，你只用30分钟，你其他的都不用，你不用3个周期，也不看它的下个周期，就是不看它的次级别的话，那么在这个周期里面，如果说没有买卖点的话，你就不交易。即使说在5分钟上有买卖点，两个顶背驰，两个底背驰，对吧？它是有买卖点的，但是对于你在30分钟上来看是没有买卖点的，那么你就无需交易。所以说这就是你设置的交易的这个你的交易系统，你设置的交易是单一周期交易的，还是多周期立体交易的，这是有区别的。
从纯理论的角度，操作级别越低，相应的效率越高，对吧？级别越低，效率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散户更要学习技术分析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资金量小啊，只有让我们的这个资金效率使用更高，我们才能够快速累积资金呢，对不对？你如果说像巴菲特那样天天去按月线、季线交易的话，那可能，那你一年也交易不了几次啊，那你的资金利用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散户其实更应该学习技术分析的原因。但实际操作级别不可能随意低，而究竟按什么级别来分析操作和你的资金等具体条件相关，对吧？我刚才又举了巴菲特这个例子。此外，级别越小，平均的买卖点间波幅也越小，因此那些太小的级别不足以让交易成本、交易误差等相对买卖点间波幅足够小，这样的操作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交易误差可以包括很多，例如你看见买点到你实际操作完成必然有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有了价位上的差别。这对于大级别无所谓，但对于特小级别那就需要特别精确，而这是不可能长期达到的。你要是经常做日内交易的话，你就会有比较深的体会，因为日内交易它的那个股价涨跌是非常快的。等你发现了这个位置了，然后准备好了要进了，它可能啪就穿上去了。等你再进的时候，它涨幅已经没有了，因为它的日内涨幅是比较有限的，平均买卖的波幅。买卖点间的波幅是很小的。如果说你想做多的话，等你想进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只剩下一个尾巴了。然后你想这个位置想进，它这个位置应该反向做多，可能需要做空了，或者开始卖了。所以说，你要是做特别小级别的话，那么你就需要非常的精力，就这个非常集中。但是长期来看的话，特别特别累。做日内的话，它对你的这个操作水平、你的分析能力要求也特别高。所以说，日内交易的话，其实有能力你就做，没有能力的话，你就可以。日内的这个周期啊，你可以用来观察，对吧？观察一下这个走势是如何构造成从小级别构造成大级别的，因为这个级别啊是慢慢生长的，它不可能一上来就是年季月，对吧？它是从1分钟慢慢生长到高周期的，所以说你观察你的日内交易的话，或者日内的走势的话，对你理解这个走势是如何生长的，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因此，根据各种情况，你就可以相应的定好自己的操作级别，这样就可以按照相应的级别分析操作。也就是说，一旦该级别出现买卖点，你就必须进入或者退出，对吧？你既然定好了你的操作级别的话，那么你的分析方法是对的，操作级别定好了，那么一旦出现买卖点的话，你就必须要进入或退出。你既然分析好了，都已经制定好计划了，出现买卖点你不操作，那这就是问题了，相当于你没有应对，对吧？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是为了应对的，那么你分析来分析去不应对，那你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你可能是也理解，但是这个别人说你也能听懂，但是一到自己做的时候就是对应不上，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找一找具体的问题在哪里了。也就是说，在你操作级别上，你是不参与任何调整或下跌走势类型的。有人曾问本 ID 为什么2001年后4年都不看股票？那很简单，就因为在本 ID 的操作级别上出现卖点，所以就全部退出，等有相应买点再说，对吧？这是禅师在他文章说4年都不看股票，因为在他的操作级别上没有买点啊。像比如巴菲特，他可能卖了股票，大家也最近的新闻都也都看到了，巴菲特一直在卖BAC 美国银行，还卖好多苹果，减了一半仓，对吧？他卖完之后，他可能他看到了卖点。卖完之后，他再一次进入买的话，可能是明年后年，对吧？它的周期特别长，所以说在他的交易周期上，为什么4年禅师都没有看？因为他的交易周期上没有买点，他就不看，他就不他或者说他就不交易、不操作，对吧？所以说也是一样，你即使是用5分钟、15分钟也是一样，你看15分钟图和你看年线图其实一样的，买卖点在每一个周期上来说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任何交易周期上的买卖点，你只要你的就是你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买卖点它都会有，或者只不过大周期之所以很多人那个就是巴菲特那种，或者说禅师这种，他们用大周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资金量大，小周期5分钟他能进去多少资金呢？他买不到啊，对吧？他如果说按照5分钟买卖点的话，他比如出现那个买点，他想把他的所有仓位都买够的话，不可能啊，对不对？他一买，啪一下就全拉上去了，直接就给拉涨停了，可能是。所以说他是买不到他想要的那个资金量的，所以说他就需要大周期来慢慢的建仓才可以。这就是大资金和小资金的一个区别。制定了相应级别，是否按照次级别以下进行部分操作，那是操作风格问题，而实际上是应该安排这种操作的。特别当进入一个你的操作级别次级别盘整或下跌，这是你可以忍受的最大级别，非上涨走势。当然要操作一下来降低自己的成本。如果你的操作级别很大，那么其次级别的次级别也可以用来部分操作的，这样这个操作就有一定的立体性了，从而更降低其风险，也就是能进行把成本降低这唯一能降低风险的活动。只有当成本为零时，才算真正脱离风险，对吧？所以说，禅师在文章中时常的提醒我们，什么是降低风险的方法，不是说哦，你这个分十几个股票来投资，你就降低风险了。那纯粹是不理解投资，对吧？很多人觉得我买的票多了，我这个风险就低了，恰恰相反，对吧？所以说那是你不了解，你不了解的时候就1分钱都不应该投。所以说，集中投资不是说是那个风险大，你在了解你在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应该只投几只股票，然后呢，利用各个周期立体交易，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低到零到负，你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脱离风险。你这个分十几个，每个都在跌，你这风险不是还是很大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怎么样才能够降低我们的持仓风险，不是说每天去预测，每天去那个操心那个政策面是怎样，基本面又怎样，对吧？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低下来。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要长期看好的这些股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禅师在这一课后的一些答疑。网友跟帖。禅姐姐学了这么久的技术，发现心态还没整好，最近买卖不佳，请问这个票，明天找买点切入，可否中线持有？想歇一段，调整一下心态，看禅师怎么回复的。禅师说：注意，任何一次失误都要马上总结，不能连续失误再调整。如果真的出现连续失误，那就是你的方法有很大问题，必须改进。好好想好再操作。方法的问题无非几种：参与过小级别的操作，没有按买卖点操作，参照过于频繁，对图形判断不熟练，有盲点，乱听消息。先把问题找出来，究竟是什么？注意，失误的原因永远与市场无关，永远与市场无关。找原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对吧？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一亏钱了就是别人的原因呢，市场的原因，永远不往自己身上看，对吧？网友问：楼主好，请问，如果一段向上的走势，某天因除权而产生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接下来形成一个中枢，那么这个中枢的第一段应从哪的算起？是否应该把缺口当做第一段？这其实我们在那个看图形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有的时候出现了跳空缺口了，除权了，对吧？就比如说它一个上涨，然后开始除权，啪一个大的跳空缺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然后从下面这里开始这样走，对吧？这是很多图形都会有这种情况的。比如说可以从这里直接跌下来，然后这一段就是一个大的跳空缺口。那么禅师看一下禅师是怎么说的。缺口没什么特别的，你可以把除权缺口当成最低级别的下跌，新的中枢和一般下跌时形成新中枢的处理是一样的，然后一切按照中枢的定义来看，有些缺口就在原来的中枢下面不远处，这样
同样可以按照第三类买卖点来操作，特别那种假填权骗人进来的行情，一下就能发现，对吧？他说的这个什么是有些缺口，就在原中枢下面不远，是这样。我们也画一下图，比如说这是有一个中枢这样，然后一个跳空缺口，一个不同的颜色，就这段都是一个跳空，然后这个直接往下，它可以是先给你来一个，在这个位置的话，直接一个反弹，然后慢慢在这下面，那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三脉，我们把这个中枢画出来，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三脉，或者说二三脉重合，因为前面这里说是一脉的话，那这个位置就是二脉，针对这个中枢没回去，又是一个三脉，所以说这个反弹，尤其是在这个中枢之下，所以说它的意义就大了。虽然说这里是有一个跳空缺口，但是你要结合前面这个中枢来看的话，这个跳空之后的这个反弹，它在这个缺口之下不远处，发现没有？同样按照第三类买卖点来操作，所以说缺口不缺口的话无所谓的。陈友问老师：“我用你的方法去研究周线三买，然后加了个量能突破，发现很好用。谢谢老师，今天平均收益8%，是我今年最强的一次了。”看禅师怎么说的。禅师回复：“请继续努力，这只是开头。另外，会买还要会卖，这样才能逐步形成操作的节奏，慢慢就有感觉了。”哎呀，禅师真是他当时在写他的那个禅师教你炒股票这些108课的时候，大量的禅友的一些提问都非常的好。他们禅友的提问其实对我们，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跟禅师进行这种那个对话了，所以说利用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学习禅论时候会面对的这样问题。虽然说他们讲的是A 股，但是股票图形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利用他们提的这些问题，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禅师他的原文的一些，因为他有时候在写原文的时候，一些问题可能，因为他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但是别人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去理解到，那么这些问题就非常的，就是对我们尤其是新学禅论的这些朋友就非常好用。所以说多看禅论与后面的这个答疑的话，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那么的话，来回到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大的这个周末复盘，我们先看一下下周9月18号，也就是这个所有的全球资本市场都在等待的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的这个大戏了。所以说下周18号就要开始了，但是有一点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9月18号刚好是一个关键时间点，什么时间点呢？就是按照中国或者说这个阴历。9月17号是中秋节，9月17号是中秋节，也就是阴历的15。那么9月18号刚好是中秋节前后。禅师在他的一篇，我忘了是在课后答疑还是在那个他的教你炒股票的文章里面说过，这个中秋节前后，尤其是中秋节呀，中秋节就是在15前后，阴历的15前后，一般这个市场的波动都比较大。那么中秋节的话，又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个是阴历的15，所以说又是在中秋节之后，那么17号、18号，或者18号、19号，就前后几天吧，都是非常对市场来讲，这个波动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18号。又是这么一个联储的利率决议，那就更加就是正好都相应上了。你们发现没有？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这个18号是不是一个特别大波动的时候。那么波动大的时候，其实对很多人没有管不住手的时候，波动越大越容易出错，波动越大越容易出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多看少动，把那个级别操作周期拉高。降低风险或者减少出错的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操作周期拉高。比如说你平时交易是15分钟，或者说是30分钟，那么这时候你就要把你的交易周期拉高，看60分钟，看日线。你这样的话，因为交易周期拉高之后，你就越不容易找到进场的机会，因为你交易周期越大，它想要形成进场的机会的话，它的需要时间周期就越长。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对你还没有很好的能够应对这个大波动的时候，你就应该用高一点周期的来看你的这个图形或者来交易。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验。那么周二的话，就是这个零售数据，那么相应的你可以看一下沃尔玛了，或者说 Target， 可能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周三就是这个利率决议，然后2点是这个发布，然后2点半是这个答记者会。更重要的就是在答记者会上了，对吧？那么尤其是现在是加50个还是加25个？因为现在市场的数据啊，这一届或者说这几期的这几届的美联储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我们就是看数据，以数据为导向，加息还是降息，所以把他们自己有的时候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位置。其实，你就做你们的事情就好了嘛。但是呢，现在是大家都盯着数据了，那么现在数据不支持你降50个基点。现在市场给到的我们 CPI 数据还是非农数据，不支持你降50个基点，但是。他们如果说这次要降50个基点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知道了一些市场上不知道的数据，那这就坏蛋，这就坏了。因为什么呢？这会引起市场的一个非常的恐慌啊！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数据上也没有体现出来，但是美联储的官员知道，所以说他们要降50个基点，那肯定是特别恐慌，肯定是个暴跌啊，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像市场预期的那样降50个基点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暴跌的一个状态。只是我们需要关注，就是他在，如果说降25个基点的话，还要关注一下他在答记者会上，他在后期的一个展望，对吧？是一个悲观的还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这是周三需要严重关注一下。那么周四的话，就是因为是这个利率决议之后的一天，还有一个就业数据也是需要相对的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些标的。因为在那个周五的这个直播中，我们分析的比较多，那么今天可能就分析一些没有涉及猎到的。但是指数的话，我们是每次都分析的，看一下标普的大周期，对吧？现在月线上已经形成了顶分型了，月线上已经有了顶分型，但是一直是没有出现高点或者低点，所以说现在就是看美联储这个利率决议之后是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对吧？再往上冲一冲，如果呀这个9月份它能再往上冲一冲，突破前面这个5669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顶分型被打掉了，想要再次形成顶分型的话，还要再等。我们看一下，我把这个图形画一下。比如说这个月它突破了5669，意味着想要出现顶分型的话，再等1个月，10月份才有可能出现顶分型。如果相反的话，不能够突破5669的话，它往下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现在顶分型已经出现了，那么到10月份只是一个延续，对吧？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更大概率是出现回撤一笔。所以说，最好对多头来讲，肯定是能够再次突破5669。那么这话对多头来讲就可以再缓些一下了呀。它想出现顶分型，可以再等1个月才有可能。那么9月份剩下的时间肯定是不会出现顶分型了。所以说这就是有在月线这个大周期上有区别的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从3491到5669上来这段的这个次级别，看一下次级别的内部是不是很饱满了，还是说它在这个结构上组件是不是都很全乎，对吧？这个进入段有没有？中枢有没有？离开段有没有？对吧？都有了。现在差的一个什么呢？一个330脉。针对这个结构的话，差一个330脉来确认。你要有一个回撤确认没回来，然后再走一个高点，可以3买转2卖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3买，你再打上一个高点，然后形成这种3买转1卖也可以，对吧？现在没有这个回撤确认。前面是出现过2次回撤，但是严格定义是不够比的。按照缠论的严格定义，尤其是它后面这次的话是就是够4周，够5周。如果说这个包含关系也算的话，其实是够5周的。这里是不够的，这是4周。所以说呀，它不够那个回撤，它都是次级别是有中枢了，有结构，但是在周线上的话它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差一个回撤确认。那么如果说出现了，因为这个利率决议，那需要一个打掉哪个位置才能确认呢？也就是打掉这个位置。
打掉5119.26才能够在周线上出现一笔回撤。也就是说，下周如果是一个非常大的下杀，直接杀掉了5119，你就知道了什么呢？就是周线上，回撤成笔了。那么不要害怕，因为它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还是3买，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斐波那契测一下回撤的位置，对不对？打掉了5119，那么又踩一脚5071附近，哎，这个位置跌不动的话，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周线的一个大3买，还可以进，对吧？至于它是一个强反或者是弱反的话，那么弱反的话就可能在这里形成中枢，这里是第一个中枢，这里是第二个中枢。如果说强反呢，回来形成3买，啪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上去，那么这样的话还是在走浪形，也就是说周线的这个小 B 段没结束，对吧？所以说下来回撤永远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恐惧，而是上去了力度弱了减一减，下来了力度弱了加一加，对吧？我们是不管你涨跌的，我们就看位置，看图形上的这个结构，这是在周线上。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4103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小 B 段，现在这段是小 B 段，针对这个中枢，按照那个我们的缠论的模型嘛，对吧？这是小 A、大 A、小 B、大 B， 后面小 C， 对吧？所以说现在所处的这段在模型上的话就是这段小 B 段，这段就是小 B 段。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小 B 段的内部结构。4103上来这段的内部结构，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日线。好的，这就是4103。那么4103这个结构我们再复习一下，1、2、3，三段构成这个中枢进入段，2次回撤构成中枢，2次回撤构成中枢之后，后面都是中枢延伸，对吧？后面都是中枢延伸，也就是说，不出现3买和3卖的话，它都要围绕中枢震荡。你即使看它的这个感觉好像这段那么长，它这个中枢构成的这段那么短，但是不影响它围绕中枢震荡，对吧？只要不出现3买或者3卖来确认，都是继续围绕中枢震荡。这就是缠论能够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结束中枢震荡，就是以3买3卖来确认的。那么在现在这个情况是已经出现3买了，看一下5402出现3买了，这个中枢回撤没回来，然后也够比了，完美的小3买。现在这个3买啊，就是按照我们刚才分析周线是一样，可以因为这个力力绝域的原因，一个快速突破，再次突破前面2个小高点，然后这里有一个2个高点的连线，我在这里也画出来了。突破这里的话，力度非常强，那么意味着你就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离开，从5119的这个位置离开。这个位置离开，先看它有没有背驰，对吧？就看这个1、2、3段现在有没有背驰。如果说3的力度很强的话，然后这个 MACD 能够快速往上拉，快慢线能快速张嘴往上走，那么这个力度相对很强。即使突破了5669，你也可以先拿一拿，对吧？不着急卖，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斐波那契扩展器先测一下它潜在的这几个关键的位置，看一下。突破到了这个，如果说突破5669的话，那么需要到5731，那就是0.618的位置，对吧？看看到0.618是不是能够这个涨势开始趋缓，或者说到5934就是等比例了啊，突到这里就非常强了，对吧？也就是意味着这1、2、3段的那个力度是一样的，所以说有这些斐波那契的这些位置，或者说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能够帮助我们辅助判断这些关键的这些点位能不能够出现一个阻力，对吧？这都是潜在的，都是阻力位、压力位，看它突上去。力度如果说只能到0.618的话，虽然说突破了5669，但是只能到5731附近的话，也就是背驰了。那么背驰的话，它可以再下来，这里的话可以再次形成中枢，这里是一个中枢，这里可以形成第2个中枢。那么这2个中枢又有高低点有接触，那么升级了，可以再上去，对吧？所以说就看它之后这个中枢是如何构造成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突破了，但是呢回来力度特别强，快速杀掉5402，那你就知道了，那要走反向了，对吧？
所以说，虽然说突破出现了高点，也不意味着它就要快速往上走。我们要看有没有背驰的，看它之后的一个力度的一个跟随。如果说上涨的力度不行的话，它完全可以走到这里，那么它的结构是非常饱满的。我们把这个图形把它弄过来，然后说，如果从这里断开的话，我们假设它到5731，到这里，然后这是起涨点，这个结构非常饱满了，一个进入，一个3笔的一个进入，然后这是一个大中枢，然后一个3买，然后再打一个高点，又把前面566有突破的话，这个结构非常饱满，这个结构已经非常饱满。想要结束它，如果说它结构完成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这里可以走反向了，晓得吧？那么这个反向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周线上的那笔回撤，再回到周线上看一下，也就是这里。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是突破5669，周线上突破5669，那么整个的4103上涨结束，然后可以走反向，再次跌破前面这个小低点，价格5119，对吧？上去了，突破5669，然后整个的4103上涨结束，然后再回来跌破5119，意味着周线上回撤成笔，就这一笔就是周线上回撤那笔，周线上这笔的回撤构成了下面这个周线大中枢的一个300，这样的话你就把周线上和日线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变化立体的，它俩就结合起来了，发现没有？日线的变化它对周线上代表什么意义，对吧？回来还是3买，不是什么坏事，所以说你一定要结合这个周期。好的，那么的话，其他小周期我们今天就不看了，因为这个在主要关注就是日线上它从5402之后对前面2个高点的突破，以及突破之后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是针对这个指数，因为这个 QQQ 的话，我们在周5的直播中已经分析过了，英伟达也分析过了，然后这个特斯拉我们今天看一眼。特斯拉的话，它最主要的就是月线上有这个大的这个三角的收敛周期，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几次的。下面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这是月线上第2个中枢，其实，然后月线上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线，这个趋势线怎么来的呢？是上面的2个高点连线，这个连线来的。那么也是之前的这个月是7月份尝试过突破这个趋势线，就是当时是出了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刺激，然后给到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上影线，对吧？这个上影线当时是非常长，然后又被打回来了，又回到这个趋势线之下。那么在8月份基本上都在这个趋势线之下，对吧？8月份都在这个趋势线之下。那么9月份现在又是出现了这个开始尝试突破这个趋势线，因为特斯拉在10月10号会有这个发布这个 Robotaxi 这个事件大事件在这里，如果说能够成型的话，再加上其他联储的利率决议了，或者说其他一些，比如说马斯克再给画一下大饼什么的，他现在这个位置是非常有意思，看到没有？月线上出现了这个所谓的一个金叉，就是快门线的2根线形成了一个交叉。如果说又在零轴附近，这个位置其实非常微妙，又在零轴附近，就是零轴下面趴着，这里是随时能起势啊。如果说能够像这个位置似的，看到没有，在零轴这个位置附近上下一点点没有关系，然后零轴起来啪啪啪往上走，那后面的涨势是太喜人了。就这段，如果说能够形成这种状态的话，那么这里的话，如果说能起来的话，如果说这里能起来，那么再次去看能不能够到299，甚至去前面的这个最高点414，也就是走这个第2个大中枢的尝试离开，那就牛了，对吧？所以说，那么我们先看多远呢？先看这有3个位置，一是271，二是299，再就是414。271突破之后有什么意义呢？241突破之后，月线成比，月上这个里突破271之后成比，意味着这个月线上这里这笔就形成了，因为它现在它这里是有包含关系，对吧？经过包含处理，这里有包含关系，这里有包含关系，它不够比呀，所以说成比之后，那么月线上这一笔形成之后，如果说只按图形的话，它也就是在做中枢震荡而已，所以这就是突破271之后的意义。如果说再往上突一突的话，看能不能到299。299是什么呢？299是这个月线大中枢的上沿，对吧？
这个中枢的上沿、下沿，还有中枢的高低点，这是中枢的上沿、中枢的下沿。但是现在中枢的下沿其实是这样，是这个位置。如果说它是往上涨的话，如果说是这样往上涨，那么2次回撤，这是中枢的下沿，也就是138这个位置是中枢的下沿。那么中枢的上沿、下沿，还有中枢的高低点，都是天然的就形成了支撑和压力。你往上涨的话，这个位置就是压力；往下来的话，它就是支撑。所以说，那么这个天然的突破了271之后，那就看这个299，然后就看前面的这个414，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在大周期上有这么几个关键的位置，我们需要观察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上，日线上这个图形相对来说是比较乱的。那么我简单说一下，我可以把这个去掉。现在是138这个位置是在月线上那个起涨点，然后在日线上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回撤出现过一次小300，对吧？这个300我是提示过的，尤其是它尤其又踩到了这个200天的均线之后，这个位置当时是提示过是一个300。那么出现300之后又打了一个小高点，它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把这个价格也给它标注上，也就是说它突破了这个228这个位置，最高达到了235。这3段，但是呢，这3段它上去之后力度没跟上，力度没跟上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回来，现在慢慢要往上爬。就是说，先看这个下一周啊，如果说再次突破235的话，但是没有力度跟上的话也不行，对吧？因为这里我们可以比较这个力度的，从这个182这个起涨点，我们看，如果说突破了235，只能顶到这个248的话，248.81或者250附近吧。到了250附近，那么意味着这3段是等比例呀，它不能够有效突破这个位置的话，那就基本上就力度就上不来的话，那么就还会再下来一次，再下来一次的话，就是形成这里再次形成一个中枢，这里形成一个中枢，这里形成一个中枢，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哎，又升级了，升级之后的话，看它能不能再上去，对吧？如果说这是一种结果，或者一种它来构造这个之后的一个结构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以这个271作为一个分隔点，然后这是138这里是一个带一个中枢进入段，一个中枢离开，右侧一笔下2次反弹，即使到248的话，2次反弹不行，不能够突破271，形成反向中枢，可以从这个位置再下来走反向。发现没有？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到了241也好，到了250不能够突破271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在这里是构造成反向中枢的。那么就要关注它回撤这一段。如果这段回撤下的特别急、特别快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它要走反向了。所以说，不是说它在这里一定要构造成中枢居上，所以这是有区别的。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因为形成这个中枢形成扩张之后啊。它这个复杂度就高了，所以说分析起来相对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我们再看一眼这个 VIX 的话，就是这段时间下跌还是不错的，对吧？又回来了，又要看前面这里是踩了2次这个120天和200天均线之后再起来的，那就又到了这个。你看它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要磨蹭到这个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9月18号了，对吧？如果说能要到9月18号踩到这里，你就要注意了，也是一个拐点的位置。如果说联储的这个给到一些惊吓的话，那么可以再翻上去的。那么再翻上去，又是在200天和100天、20天得到支撑。那么这个肯定是因为它这个底相当于做了好几个小底，你发现没有？1次、2次、3次，相当于踩了3次再上去，你可想而知这个空间或者这个力度，因为3次确认呐，这相当于一个3次确认。所以说呀，9月18号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如果说你可以有能力做一下对冲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些防护。这是针对这个 VIX， 然后我们再看一眼这个我之前提过这个比较小的盘子的这个 PLT2， 它呢是一个跟军工相关的这么一个板块的一个，当然它也有一些 AI 东西，好多人也是说它又碰瓷儿那个 AI，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只看图形，
基本面是怎样的话，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去分析。但是它现在图形上给到的还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尤其大周期上已经是一个微转的一个状态了，对吧？是一个从45跌到了5块多，然后从5块多又涨回到35，这个微转。那么周线上从5.92这里的话，它这个图形没结束，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等一下，这个是没有办法测离开段，因为什么呢？现在是三段，因为这个位置是三买，20.33没回到20.44是三买，所以说现在它俩级别不相等，也就是说这个离开，这是离开，就是从这个15.66是离开的话，它是三段，那么这个进入段的话是只有一段，它俩的级别不相同，这个是一比，这个是线段，所以说是不能够这么比的。我们怎么比呢？是从15.66比。这是三段，看一下这三段的一个力度，它已经突破了等比例了，等比例是在32.31，对吧？说明3跟1比较，3是力度更强，没有背驰。那么我现在关注就是看一下它的内部，虽然说在周线上它是没有背驰的，但是如果说它的内部很饱满的话，它也是可以结束的。所以说现在就看一下20.33的内部，看一下内部。那么20.33这里有一个小中枢，然后这次回撤虽然说力度非常强，但是也是只不过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么这里是尝试离开这个中枢，1、2、3段，也是在走这个下面日线这个小中枢的这个小 B 段，那么也是三段。现在这个3目测就比这个1短，但是呢，这个3要结束，对吧？3没有结束，你就说它短，那就还为时过早。所以说现在关注就是这个第三笔第三段什么时候结束。那么现在它已经成笔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三段的一个次级别，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这里是从这个位置的话是可以是1、2、3、4、5，有5段了，就是1、2、3、4、5，对吧？虽然说这个有一根 K 线破坏了整体的结构，但是没有问题。这根 K 线破坏，但是它不影响这段的回撤，也是一个二买。然后这段虽然说不够5根，但是没有问题，进入段，对吧？所以说这里是一个类中枢，这里又一次回撤，一个类中枢，一个五浪的一个状态，1、2、3、4、5，一个五浪。所以说这个位置不要追了，不要追了，等它回来构成中枢，构成中枢之后，看看它力度不能太强，就回撤的力度不能太强。如果说这样走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日线上它起码这个回杀的就可能就深了，日线上可能回杀的深了。那么看到日线上构成中枢之后，才可能再继续进。所以说现在就是结合1小时和结合这个日线，首先它杀的不能太深，就是如果说这个点位都能杀不掉的话，那就在1小时上先构成中枢，然后再选择上，那就意味着日线上这一笔没结束。如果说1小时上这个杀的比较快的话，那么意味着日线上这一段就结束了，要走日线上这笔回撤了。所以说你就结合60分钟和日线的话，能够比较很好的把握这个。我们今天再多看两个，一个是 ARM 的话，我们也看一下它大周期。那么之前我是讲过这只股票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孙正义啊，也就是 ARM 最大的这个软银，他们的持仓太高了，他们的持仓比例太高，造成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其中一个机构的持仓比例太大的话，造成这个，因为它如果说持仓太大，它又不交易的话，无形中让这只股票的盘子变小了。一旦它这种股票盘子又变小之后，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你就会发现，其实 ARM 它每天的这个波动，相比较于其他的那个股票，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是需要注意一点的。那波动大的话，你相应的这个仓位可能就需要自己控制一下。那么周线上非常好的一个，从46这里一个进入段，2次回撤构成中枢，然后之前这个回杀还是很猛的，但是回杀并没有跌破前面这个小低点，发现没有？所以说它这个是前面出了高点，但是下面并没有出现一个低点，是一个非常好的类似一个，你可以说成一个通道也可以，看到没有？这里是可以有一个通道的，一个上升通道，或者说传统理论他们可以叫一个上升的一个旗形，相当于类似一个红旗，一个旗形整理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可以。所以说这是出了新高，但是没有出新低，这就在这个周线上。那么现在回撤反弹也又够笔了，从96这里反弹又够笔了，再往上上的话，看能不能到164这个位置，对吧？这是在这个周线上。
看一下96上来这段的这个它的次级别日线上还能不能往上涨。前面这里我们一直说的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线就是120天均线一直压在这里，对吧？之前从96反弹到这里，我一直在说这个压力线，那这里横了多少天？看到没有？横了能有1-2个礼拜，横了也能有1-2个礼拜，最后又下来回撤了，踩了一笔，多么美好的一个二买呀，对不对？多么美的一个二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尝试做这个二买？从这个，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标注上，这个高点是在这个138这个位置，138，对，然后回撤看一下它当时的回撤，看见了没有？138这个位置回撤到这里，刚好在0.5和0.018之间，或者说刚好挂到了0.5这个位置，非常一个美的一个回撤，然后又踩了一脚200天均线，非常技术的一个回撤，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二买。那么出现这个二买之后，又是3段，1、2、3段构成了周线上的一笔。我们现在看一下这3段它的这个这个力度，先把这3段给它补全。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3段的一个力度。目测的话是3还比较弱啊，没到等比例，对吧？等比例是在156.3，但是呢，这个3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PLT2 一样，这个3要结束。你现在虽然说在日线上你比较这个空间它是小，没到156，没到等比例，但是这个3要结束啊，但是3明显还没结束啊。你现在不用看它次级别都知道，为什么呢？它这个我跟大家讲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有没有超过3根或者至少3根 K 线这个并排的，这3根 K 线要出现包含关系，才有次级别才有可能。你看这里，只有这里是2根 K 线出现了包含，都没有至少一次出现包含关系，所以说它的次级别远没有饱满呢，所以说不需要看它次级别你就知道这段上涨还远没有结束呢。我们再看一个，今天看一个中概股，我很少提中概，就是因为中概的这个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受到中美两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压制，所以说它的那个难度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图形呢，它最近市场的表现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它的图形，其实我之前是说过这个周线的，它的周线特别饱满，周线的下跌非常饱满。从这个66.99，上面有一个大中枢，这里有第2个大中枢，然后呢，这2个中枢的高低点还没有接触，是一个趋势下，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趋势下。然后呢，现在最低点是在这个3.61，然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从这个下跌的话，已经出现了3段了，已经出现了一个3段。这里是虽然说出现过下跌，但是最低点是3.63，这个最低点是在3.63。所以说这个3.61就是这个历史最低点，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然后没有到等比例，看到没有？等比例是在0.4呢，所以说到了3.61已经是正好在0.618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任何的反弹都说明什么了？背驰了，就是这是1的话，这是3的话，3跟1比较有背驰了，所以说这里段要上来了。那么现在就看以这个3.61作为支撑，作为一个防守位。这里能够起来多高？那么可以把这个3.61这个位置给它断开，也就是说3.61到前面的3.61到66.99，如果结束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周线级别的趋势下呀。一个中枢大 A， 第2个中枢大 B， 然后第3个还带了一个3脉的一个小 C 段。哦呦，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就是教科书式的结构，这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说这叫教科书式的结构。小 A 段，大 A， 小 B， 大 B， 小 C， 哦呦，这个结构是非常饱满的。所以说这就是以3.61作为一个那个防守位，这个位置只要不跌破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演变出来，同样起码要给到3段。前面这里一个趋势下的话，这里呢嘛起码要给到3段，它俩的级别才能相等。现在1段还没结束呢，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提一下这个。当然了，再次强调，我在这里讲以它为例子，不是建议你去操作它。中概股风险特别大，所以说千万不要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喊单，我只是以它为例子来做那个
那个分析分享。如果出现了那么亏损的话，盈利当然好说了，那就是你自己厉害，对吧？但是亏损的话，也请不要来找我，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在这里做这个以这个例子为分析。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日线上3.61，看一下它现在是个什么结构。然后这里是我把最后这段给它稍微补一下，这里是一笔下一笔上，然后这里的话也从这里当成一段反弹，虽然说有一根 K 线破坏掉的话，但是它这个反弹的这个非常明显的是构成这个中枢，然后再次下来，然后上去下来，然后这个结构现在是这样，然后我们把这个前面这里也是给它补上。然后把它中枢画出来，哎，发现没有？这个中枢还带了一个三脉，从3.61这里进去构成中枢，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三脉再次下来，说明是一个什么三脉转二买的这个模型，这个二买就很厉害啊！你发现它出现这个二买之后，这个反弹的这个速度以及它的这个空间涨得特别快，尤其是这几根 K 线涨得特别快。那么现在又顶到了这个200天均线，很快突破了一根大阳线，突破了120天，前面这里都没有突破120天，你发现没有？然后现在是突破了120天，又到了200天，看看它在200天这里是不是出现一个蓄势。如果说能够回撤一下的话，就更美了。为什么呢？那就是一个1、2、3，如果说是3能够停顿一下，给到一个4回撤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进场做多的。然后看能不能有5之后的话也没有结束，看它能不能够回来构成中枢，再上去，然后在上面再整成第二个中枢，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段上涨。所以说它的结构远没有饱满，它远没有结束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一句它的原因。好的，那么的话，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